我操！他绝对是下手最狠的抗日勇士，前往日本比赛8年获得38战全胜的傲人战绩。虽然侥幸有日本选手能打破他的脸颊，但却无人能打破他不败的神话。他就是抗日勇士刘聪，小伙拥有着绝对的爱国情怀和赤子之心，无数的日本选手纷纷跪倒在他的拳脚之下。可自从刘聪获得了他们日本的金腰带之后，日本赛事方再也无法容忍刘聪在日本擂台的统治行为，于是立刻向他们的山口组寻求地下拳王的帮助。本身赛事方准备了8000万日元，可当听说是教训中国选手的时候，他们竟表示非但分文不取，反倒要派出实力最强的地下黑市拳王。他就是眼前的山田龙王，一个浑身乌漆嘛黑的男人。刘聪对此只是微微一笑，并在发布会表示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。很快就来到了双方约定的比赛日，老铁们点赞支持抗日勇士刘聪，让我们一起欣赏中国硬汉的风采。在这场比赛当中，刘聪赌上了自己的金腰带，并表示输了比赛不仅把腰带留在日本，而且还永远不再踏足日本擂台。虽说这样会永远失去他8年期间在日本打下的江山，但我们能看出他心中强大的自信。反观他的对手山田龙王则十分狂妄，一个小小的地下拳王竟敢在刘聪的面前吆五喝六。殊不知，如果不是他们山口组的庇护，刘聪现在就能把山田龙王直接打回娘胎当中。我们可以看到山田龙王身上乌漆嘛黑的，纹的好像是他们动画片当中的神龙，完全是山寨我们中国的龙文化，而且一般人是镇不住龙的霸气的，所以这个山田龙王今天注定是凶多吉少。从实力上来看，刘聪报价严密，步步紧逼，摆明了要来一场真男人大战，硬碰硬和小日本一较高下，无论生死。反观山田龙王且战且退，而且小腿瘦弱，下盘不稳，这就是很多外国选手的通病。裁判分开二人之后，刘聪一个失误被击中了下巴。摔倒后的刘聪很快起身，心想真是小瞧了眼前的对手。比赛开始时，对手之所以表现得毫无章法，完全是一种迷惑战术。虽说比赛场上以实力论英雄，日本选手的做法无可厚非，但刘聪却完全不想和他玩这么多花花肠子，而是想展现出我们中国硬汉的血性方刚。战况仍旧焦灼，我们能看到刘聪脚上缠着的纱布。刘聪负伤上阵，让人动容。毕竟日本选手犹如牛身上的狮子，络绎不绝挑战。即使刘聪拥有强健的体魄和钢铁般的意志，但毕竟双拳难敌四腿。不过老铁们也不用担心，因为刘聪在这场比赛中同样表现出了超强的意志力，相信能给我们带来超强的视觉盛宴。只是希望以后刘聪这样的抗日勇士能多一些，这样刘聪就不用这么辛苦遭受日本选手的车轮战。漂亮的连续摆拳，直接把山田龙王锤翻倒地。管你日本选手使用什么阴谋诡计，刘聪表示来者不拒。不过作为地下黑市拳王，山田龙王显然也展现出了极高的抗击打能力。据说只有在日本地下黑市不断赢得比赛并获得冠军，才能使用龙图腾作为纹身。所以说山田龙王绝非等闲之辈。不过当日本虫遇到真正的中国龙，想必最终山田龙王绝对没有好果子吃。刘聪这里摔倒在地，但显然是因为山田龙王的脚汗太多，导致擂台湿滑，所以起身后的刘聪非但没有因此气馁，反倒发起狂风暴雨般的进攻，又是一发摆拳击倒日本选手。目前击倒数虽然是2-2打平，但刘聪作为职业运动员，出拳更准，有效点数更高，可刘聪却显然没准备通过比赛点数取胜，很快就像坦克一样向前推进，开启又一番的肉搏大战。裁判分开了搂抱的二人，此时距离回合结束还有30秒的时间。日本选手虽说还能勉强再战，不过显然已经脚步踉跄，出拳迟缓，显然已是强弩之末了。铃声响起，回合结束。第一回合当中，刘聪展现出了高水准的发挥，
从整体实力来分析，显然双方都有 KO 终结的能力，尤其是山田龙王的拳脚功夫不可小觑。然而，在抗日擂台厮杀多年的刘聪却勇者无畏，同时也可以说他是慢热型的选手，仿佛是永不枯竭的战争机器。欣赏下精彩回放。第二回合是关键节点，刘聪如果想要赢得比赛，那么出拳势必要更加精准和谨慎，以此来对山田龙王造成致命伤害。不过我相信比起对手坚硬的龟甲，仍旧是刘聪的金刚拳更胜一筹。让我们重新回到比赛当中。山田龙王显然被吓破了胆，不仅进攻通通打在了空气上，而且在面对刘聪进攻时仓皇逃窜，甚至双手抱头被拳头轮番轰炸。护犊子的日本裁判连忙暂停比赛，这才给了山田龙王喘息的机会。不过接下来他就没有这么好运了，只因刘聪仍旧体力充沛，再加上面对日本选手时的血脉压制，所以老铁们千万不要眨眼，敬请认真欣赏。眼看山田龙王的身体被打得千疮百孔，护犊子的日本裁判连忙宣布终止比赛，只因他明白再打下去日本拳坛注定颜面尽失。虽然裁判的过早暂停有些遗憾，但刘聪却仍旧展现出了恐怖的擂台统治力。希望刘聪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连战连捷，不断打败那些嚣张的外国选手。老铁们认为硬汉刘聪的比赛过瘾吗？欢迎讨论留言，下期更精彩。